嗨，大家好！继换手帕鲁之后，我们又提前体验了另一款生存建造游戏《雾锁王国》，而且这次是带着14位观众朋友一起提前体验的。生存建造游戏是我和娜娜最喜欢也是玩的最多的游戏类型，而体验了《雾锁王国》EA 正式版之后，我的感受是，它是目前为止我玩过的最好玩的生存建造游戏，令人惊叹。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14位帕鲁伙伴，我先建了一个临时基地，用于安顿他们。我用游戏提供的强大预设蓝图机制，快速建好温暖舒适的员工宿舍，也顺便建了我和娜娜的临时卧室。之后，14位员工陆续来到我的世界，大家在出生点集合之后，便浩浩荡荡向基地进发。到了基地，给大家分配好各自房间，大家都非常满意。我们在雾锁王国的探险也由此正式开始。早在玩 demo 版本的时候，我们就确认到雾锁王国基于次世代体速的强大建造能力。你可以用精细的体速方块砌出各种形状的建筑，也可以把整座山挖空，在地里建大型地下城。而这次体验了完整的 EA 正式版之后，我们发现之前所接触到的建造内容还只是冰山一角。EA 版提供的不仅是比 demo 版多得多的各种建筑材质，还多出了很多花样。即便公司只给你分配了1平米的小屋子，你也可以悄悄在地板放个暗门，从外面看一切如常，而暗门下面偷偷藏着你的惬意小天地。即便公司只给你分配了1平米的小屋子，你也可以用精美华丽的建筑材质，结合你的美学理念，建出精致华贵的单身高级公寓。后面还可以用体速砌个花坛种花。如果公司只给你分配了1平米的小屋子，你还可以粗暴的大挖特挖，把屋子底下的土挖空，再刻上老板的名字，在地底深处建个大型陵墓送给他。只要给大家一缕阳光，他们就会很灿烂。而当我们一到天空，开始建我们的超大型浮空小镇的时候，大家就彻底绽放了，用体速砌出各种富丽堂皇、妖魔鬼怪。在 EA 版本，我们看到大量之前没见过的建筑材质，目前解锁的种类多达20多种，不同材质除了外观上的不同以外，在上面走动的声音还都不一样。雾锁王国的体速还有另一个逆天机制，就是跟周围体速的自动融合，自适应调整外观。而且每种材质都有其独有的融合方式，跟材质自身的风格相呼应。这是 EA 版新添加的各种高级建材的融合方式，更是彰显出各自独特的外观属性。哪怕只是简单填个横梁，也可以变成漂亮的装饰点缀。我们有一位员工专门研究这个，最后他独创出用体速建中式建筑屋顶的方法。我们天空小镇的正门南天门正是出自他之手，其屋顶样式也广泛应用于正门附近的其他建筑。在雾锁王国，看似自然不规则形状的地形也都是由体速构成的，所以跟建筑一样，你可以对地形精雕细琢，也可以用预设地形蓝图快速生成或移除地形。而在这次的 EA 版，我们发现连地形也有不同材质了，除了普通石头地形以外，还有石灰石、泥土、月光土等各种外观。之前在我们临时基地，正当大家都尝鲜各种新的建筑材质的时候，唯独有一位员工默默地用石头地形装饰了自己的家。而当你坚持不懈，钻研一个领域，把石头玩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你就可以建出此等天工奇景。除了体速以外，在建造方面，你还可以解锁各种装饰家具，而雾锁王国的装饰品种类多得令人发指。这些丰富且富有特点的装饰品跟体速建造相结合，可以实现各种风格的高自由度室内装潢，而且每个装饰品都有装饰度属性，屋子里的装饰度总量越高，你获得的休息 buff 越强大。装饰品方面，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是，所有物品都支持自由堆叠。有了这个堆叠功能，普通人想到的顶多是把盘子叠一叠，摆出自然氛围，或把窗户叠一叠，造出个玻璃墙面。而对于对美学有极致追求的人来讲，盘子应该用来砌墙，锅应该用来立柱子，杯子应该用来造窗户。游戏里没提供的，我就自己拼出来。对于他来讲，任何可摆放东西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建筑材质。你是想要用那个马桶来盖东西吗？不仅如此，你还能造出很多功能性物品。游戏虽然没有 PVP， 但你可以用炸弹把队友埋进地里。炸药桶的话，不仅可以玩出各种花样，有连锁还真的可以把队友炸死。你怎么死了？你还可以在基地到处放钩索，用来快速跨越峡谷或上房顶，或用来体验 Spider-Man 的移动方式。暗门不仅有各种样式，每种暗门还有对应的假暗门，用来预判你的预判，斗智斗勇。有了这些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和自由的体速建造，
你可以挖掘出很多有趣的玩法，特别是在多人模式。比如我们就有一位员工建了超大型迷宫，里面还放了各种暗门，邀朋友们进来一起快乐游玩。那我们去里面试啊！哇！中奖了！你还可以用这些东西搞障碍闯关、另类攀岩等各种运动会啊！我们以后也会发布我们16人运动会的相关影片啊，敬请期待。这边来了多少人？这边来了多少人？你们完蛋了！然后这边我没有死。啊，这个方向的人完蛋了。虽然雾锁王国的建造功能如此丰富强大，但得益于开发团队各种贴心的便利举措，建起来相当方便。游戏提供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预设蓝图，用蓝图整块建的东西啊，拆除的时候也可以整块拆，而且没有建材损耗。不管是建材还是装饰品，都提供自由摆放和对齐摆放2种模式。你建错或拆错了，还可以按 Y 键进行多步撤销啊，就像 Ctrl Jet 一样。以至于连娜娜都可以熟练掌握建造机制啊，并疯狂建造，以一己之力造出赛博朋克大峡谷景观，还给自己建了个秘密花园。中式赛博朋克啊，大峡谷景观啊，好。而这种细致贴心的便利性设计，贯穿于游戏的方方面面啊，后面会陆续讲到。感觉开发组真的是在很用心做游戏。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你只能在灵火的建造范围之内进行建造，而建完之后拆掉该地区灵火的话，没有被灵火覆盖的区域，在伺服器或主机重启之后啊就会消失，千万要注意。即便刨去提速建造的部分，雾锁王国仍然会是一款优秀的开放世界生存游戏，因为其世界探险和战斗方面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游戏的世界相当大，有雪山、密林、沙漠等各种区域供你自由探索。探险中，你可以看到兔子被狼残忍的猎杀，也会遇到各种矿脉资源。雾锁王国里的矿是以跟周围的体速环境融为一体的方式呈现的啊，显得更为自然，而且不同的矿物硬度也会不一样。比如陶土就会比青铜矿啊敲起来快很多，采矿也会给一些经验。游戏的世界不是随机生成的世界，是纯手工制作的啊，所以能看到各种精心设计的地貌、城镇废墟、大型结构等等。在世界探险，你总能在各处找到各种小惊喜。稍加观察，你会发现各种暗门或隐藏空间和地下城入口，让你获得额外宝藏；或有时你会无意中发现各种洞穴，它们有可能是矿洞啊，也可能是穿越高山的捷径。而且因为游戏里可制作的各种物品配方多如繁星，你在探险中随手采摘的各种花朵野果，从废墟中捡到的各种物品，都会时不时让你发现新的配方，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你可以用徒步、滑翔翼或钩索等各种方式移动。当然，在这全都是由体速构筑的世界，你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改变地形，自行开辟出捷径。如果你要用镐头挖的话啊，最好想办法造出一把好的镐头，因为不同地形的挖掘硬度是不一样的。或你也可以用炸药大刀阔斧的炸开啊，但需要花费资源去制作。或者你也可以往游侠职业发展，用爆炸剑精确地炸出一条道路来，当队友的开路先锋。点相应技能，增强滑翔能力，或制作更高级炫酷的滑翔翼啊，也是有助于提高移动速度的。类似于塞尔达，世界各区域分布着远古尖塔，你需要在里面穿过各种陷阱，解开各种谜题，找到通往上一层的传送阵，最终到达塔顶。被激活的远古尖塔不仅能揭示周边区域，还会成为你的传送点。出生点附近的远古尖塔挑战起来可能难度较低，但远处的远古尖塔啊，里面陷阱和解谜难度会逐渐上升。在世界各地，你还会发现各种文献笔记，类似于魂类游戏碎片化叙事一样，让你逐渐了解游戏庞大的背景世界观。而这就是雾锁王国精心制作的传承系统。笔记里描绘的故事啊，都相当灰暗写实。你会看到凄美的爱情故事或崇高的牺牲精神，也会看到在灾难面前人性的至暗时刻。而且因为是纯手工制作的地图，笔记内容和周围环境相当应景，增添探索的乐趣。而且有的笔记是相互关联的，你发现其中一个笔记之后，它会揭示后续笔记的所在位置，给你探索目标，让你了解完整故事线的同时，在最终场所获得相应奖励。比如笔记主人公所使用的武器或宝箱等等。这些笔记被分门别类，形成相当有深度的传承系统，对游戏的背景进行强有力的补全。就连滑翔翼是怎么发明的啊，在里面都有解释。世界各地还层出着各种 NPC， 需要你突破重重机关去解救，这样你就可以把该 NPC 部署在家里，解锁更多的配方和设施供你使用了。目前开放的 NPC 有5个啊，分别是铁匠、炼金术士、猎人、木工和农妇，并且都有各自的环境舒适度要求。你可以随时自由调整 NPC 的位置，他们虽然无法走动，但你走到跟前会转身面向你，还会跟你搭话。他们的作用不只是新的工作台而已，他们还会发放各种任务，有的会让你了解该 NPC 的起源故事，有的让你带回他的专属工具，这样他就能造出更多物品和设施了。随着你带回越来越多的 NPC 专属工具， NPC 的房屋也会被越来越多的设施所填充。在除了雾区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你可以随时传送到你的灵活位置，
而且并没有任何物品携带限制啊，来回探险的时候非常方便。上述讲的这些诸多内容环环相扣，探险、故事、配方、制作、奖励等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形成闭环，带给你极致的探险体验。游戏并没有因为体术建造是它最大的卖点而疏忽于其他方面的内容，相反，它的探险、战斗等方面的品质也是优于其他同类生存间的游戏的。比以前我们爆玩1个多月的瓦尔海姆也好很多。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是目前为止最好玩的生存间的游戏，而不是最好的建造模拟器。游戏的战斗系统也是相当有意思，角色的技能树被分为力量、敏捷、魔法3大类，总共12种分支，供你自由构建你的 build。你用有限的技能点可以把某一个分支深造到极致，也可以考虑相邻分支间的结合，或特立独行，乱点一通。比如在这个场面，如果你是一名驯兽师啊，这些狼就不会攻击你了。如果你是道行高的驯兽师，这些狼甚至会帮你攻击敌人，让你成为这一代最靓的仔。重置技能点只消耗一丢丢资源，所以可以随意实验各种 build 的组合。游戏里有各种武器和装备，有的可以在探险途中获得，有的可以在各个 NPC 处制作，前提是你需要解锁到该配方。武器还分为白、绿、蓝、紫、黄5种品质，品质越高，可解锁的附加属性也会越多。有的外形炫酷发亮的高级武器啊，在夜晚还真的能帮你照亮周围啊，细节做得非常好。角色有非常全面的属性面板，可以看到近战武器还被分为劈砍、穿刺等不一样的攻击类型。此外还可以使用魔棒、法杖、弓箭等各种武器。因为每种武器功效都不同，再加上打怪还会消耗武器耐久度，所以打怪探险的时候最好带上多种武器上路。出门他这个装备还得稍微多带一些。带了一堆武器，差生文具。不过方便的是，你只要跟工作台互动，这些武器就会自动被修复啊，也不消耗材料。游戏战斗难度适中啊，跟你一样，怪也会格挡，远程怪还会试着跟你拉开距离。有的怪是物理攻击，有的怪是法术攻击，你时不时还会遇到精灵怪，所以战斗时你需要合理运用翻滚、闪避、盾反等基本技能，以及管理好体力消耗。游戏还提供锁定功能，让你始终面对怪。也提供自动瞄准模式，但自动瞄准时啊，你也就无法主动瞄准怪物的弱点部位了，也无法瞄提线量，需要根据情况合理使用。虽然不同武器和技能分之间的平衡性还需要打磨一些，但这个是随着游戏发售之后啊，收集足够多的玩家游玩数据，应该会得到改善的。以生存间的游戏的标准来讲，雾锁王国的战斗啊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游戏支持最多16人连线，除了玩家自己当主机的 P2P 连线模式以外，也支持架设第三方专业伺服器，让游戏里的世界24小时不停流逝。生长比较耗时的花草树木，在这种环境啊，也就更容易成长了。我们的天空小镇就是在 G-Portal 专业伺服器建的，到时在合适的时机，也会面向我们观众朋友们开放，供大家参观游玩。游戏里怪的强度会根据连线玩家人数递增，所以仗着人多横冲直撞，很有可能团灭的是你们。可以的话，还是保持好队形啊，该远程的远程，该坦克的坦克，该划水的划水。变强之后的 BOSS 可能就更难打了，但人多干活也快啊，也可以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来对付 BOSS。我们先看看 BOSS 的反应啊，我先看，哦，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他会怎么样？来喽！怕鲁吗？丢一个球过去试试。而且怪物掉落啊或宝箱开出的装备数量也是跟着人数递增的啊，这一点非常好。在夜晚，你可以靠躺床来加速夜晚的流逝，最高加速是60倍流逝速度。而在多人连线，这60倍加速是每人均摊的。比如6个人连线，在夜晚只有1个人躺床的话，夜晚流逝速度就是10倍啊，这样也是一个挺有特点的设计。在多人模式，虽然没有队友误伤，但角色之间是不穿模的，所以玩家之间碰撞挤兑而发生事故的情况啊，比预想的多，在一些特定场合需要注意。小乐，你让开，你让开。不是上面那个，你先让开，你卡在那，我上不上去？要抓狂了。此外，还有各种针对多人游玩的便利性设计啊，比如物品赠送功能啊，操作界面比 demo 时也变得更为直观，多人分配物品的时候非常好用。整理箱子的时候，堆叠放入、堆叠拿取、全部放入、全部拿取、整理背包、整理箱子等功能也都很全面，而且都可以分配快捷键啊，非常方便。综上所述，我觉得《雾锁王国》是生存间的游戏里程碑式的佳作。它的基于体速的建造固然强大，可以说是达到建造玩法的奇异点，但真正让它好玩的是底层的玩法机制，这得益于开发组深厚的玩法设计功底和出于玩家角度考虑的各种便利举措。当然，它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椅子还是不能坐，时不时会遇到各种 bug 等等。
但开发组非常重视玩家的意见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虽然它是在2024年初发售啊，但有可能会成为整个2024年又要黑马了吗？不是最佳生存建的游戏，黑马又来了。这个不是黑马，因为以前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是吧？我是觉得他拿到最佳生存建的游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拿到的话。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啊，感谢各位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